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一期我们来讲讲图形学里的渲染。我不打算深入太多的细节，这些资料已经很多，不需要再讲。但即便如此，这一期还是会出现很多公式，因为时间关系，很多推导过程都略过了。这些记不住不要紧，知道怎么查怎么用，这就行了。为了让渲染更真实，人们提出了一些模型，用于表达在给定光照的情况下，表面上一个点长什么样。几十年来，实时渲染使用的模型都是拼凑出来的经验公式，比如 Phone、BlingPhone。这些模型如果要用来渲染高质量的图像，就需要频繁地调参数。也就到了这几年，基于物理的模型才开始逐渐推广。顾名思义，基于物理的模型来自于对物理机制的近似，它保证输出的能量小于等于输入的能量，也称为保能量。这就能更容易地建立出在不同光照环境下都接近真实的材质来。渲染中最常使用的模型描述的是在表面的反射，它的方程可以表示成这样。其中 L 是光源方向， V 是视线方向， N 是法线方向。ρLV 表示 BRDF 双向反射分布函数，表达了在给定 L 和 V 的情况下，输入和输出辐射率的比值。LIL 表示了光源给的贡献， N.L 表示光源和表面法线的夹角。这个积分很好理解，就是所有光源对一个点的贡献之和。如果是点光源，那么其他地方的 Li 就都是0，只有点所在的那个方向有值，积分因此消失。通过求极限可以推出这么一个简化版，其中 C-Light 就是那个点光源的颜色。其他两项很直观，这 BRDF 又有什么决定呢？有一个理论称为微平面 Microfacet， 它的假设是物体表面是由很多微平面组成，每个微平面都是光学平滑的，但都非常小，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看到，只能看到统计后的结果。用微平面理论构造的 BRDF 可以这么表示。dH 是微平面的法线分布函数，微平面的法线越接近红表面的法线就越光滑，所以 D 决定了 specular 高光的大小、亮度和形状。其中 H 是 halfway vector， 也就是表面法线和视线方向的平均向量。法线分布函数隐含了一个类似于粗糙度这样的参数，不同材质有不同的粗糙度，造成了高光的不同。分母是个校正因子，用来校正从微平面的局部空间转到整体表面的数量差异。GLVH 是没有被遮挡的比例，具体是什么形式不重要，但它需要保能量。这也是微平面模型和拼凑的模型最大的区别。最简单的 G 就是 N.L 乘上 N.V， 正好抵消掉分母里的两项。FLH 是 Fresnel 反射项，表示的是如果表面完全平滑，会有多少能量被反射出去。它的值取决于两件事情：光源方向和 H 之间的夹角，以及材质的 specular 颜色。Schlick 近似的 Fresnel 项是这样的。回到实际中，实时渲染里常用的 specular BRDF 称为 BlingPhone， 它的公式是这样的。Alpha 就是这个 BRDF 关于粗糙度的系数。如果套用到微平面理论里，这整个只相当于 D 项而已。用的时候最多乘上 F， 其他项都缺失了。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其他项补进去，可以发现基于物理的 BlingPhone 仅仅多一个 α 加2除以8的系数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说改用基于物理的 BRDF， 增加的计算开销可以忽略不计。这几年有个叫 GGX 的法线分布，也广泛流行于实时渲染。它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换掉了 D。GGX 最直观的效果就是高光附近有个长尾的光晕，而不是很快消失。此外 ，GGX 的 α 系数取值范围是0到1，不像 BlingPhone 里0到无穷大。不过这个好改，只要给 BlingPhone 的 α 设置一个相对大的上限，比如8192，然后把 α 变成指数形式，就也能表达成0到1的范围。但是前面说到的都是对于点光源的情况，积分直接消失了。如果是环境光这样，四面八方都来的光源，这怎么做实时积分？图形学里常见的做法，把积分离散化成求和，可以得到这样的近似。这不是均匀的穷举整个空间，而是要根据 BRDF 决定采哪些方向，每个方向的权重如何，所以会有个 PDF 概率密度函数。
即便这样的求和，计算量仍然大到没法实施的程度。它可以作为我们的 ground truth， 在这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近似，把这个求和拆开。第一个求和需要对环境光求和，在实际中会需要根据 BRDF 来决定采样的分布。比较光滑的 BRDF 采样集中一些，但是要的分辨率也高；比较粗糙的采样范围大一些，但是分辨率低。所以常见的做法是在离线下对每个环境光用几个粗糙度分别求和一次，存成 map。在求和的过程中，假设环境光是一个球，是视线正对的一个点来采样，所以 n 等于 v 等于 r。第二个求和不但和 BRDF 有关，还和物体材质的颜色有关。而物体材质的颜色取值范围是无穷的，没法直接离线做。Unreal 提出了一个方法，继续拆。前面说过 Fresnel 像是这样的，把 Specular 提出来可以得到这个，把 F 带进去，我们得到这样的形式。C-Spec 和积分无关，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么个东西。这个式子里的两个积分都只和 BRDF 有关，和 C-Spec 无关，所以这两项都可以在离线的时候通过穷举分别求和。这两个积分看似复杂，但其实决定它们的只有两个参数，第一是隐含在 BRDF 里的系数 alpha， 第二是 n.v， 其他的 l、h、n 都是在所有方向上穷举一遍，所以这里的两个积分可以表示成 f alpha n.v 和 g alpha n.v。 那么的运行期只需要一次乘加 C-Spec 乘上 f 加上 g， 这就得到了我们要的环境光下的 BRDF 着色结果，计算量甚至小于点光源的。因此 Unreal 在这里用了个查找表， x 坐标和 y 坐标分别和 n.v 是 alpha， 查表得到 f 和 g 的结果。这就是那个著名的查找表，红色和绿色通道分别放两个积分的结果。基本所有讲基于物理的环境光实时渲染都会引用它。这个表和 BRDF 有关， Unreal 用的是 ggx， 所以长这样。如果换成 Bling Phone， 这个查找表长这样。为了减少查找表的空间，提高访问速度，查找表用的是128×128，每个通道8位的量化形式。这个量化会损失信息，绿色通道的值很小，最大也就 0.015。为了让绿色通道不至于都被干掉，需要乘上系数再去量化。我们用信噪比这个指标来看量化的损失，两个通道的信噪比分别是 59.02 和 95.54。花了这么多篇幅，终于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查找表。Unreal 止步于查找表，我们可不能。我们来看看这个查找表的三维形式，可以看出来 f 和 g 都是比较光滑的曲面。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用一个高次曲面来表达它们呢？三次曲面的表达能力已经比较强，就用它来入手。这里用的是 Excel 里的 Solver 插件来拟合曲面，它做的是直接拟合，不能处理太多的输入，128×128太多了，这里只能生成一个16×4的去拟合，得到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我们只需要32个 float 就能计算出 f 和 g， 信噪比比同等数据量的查找表高，在渲染中和 ground truth 比较，误差也很小。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别急，看看这个查找表在做什么。输入一组 alpha n.v， 输出两个对应的 f 和 g， 这不就是机器学习里的训练集吗？只要生成足够多的输入和输出，拿去训练两个神经网络，分别生成 f 和 g， 也可以用来表示这个查找表，相当于用神经网络做压缩。我试过3种拓扑的全联神经网络，一个隐层3个节点，两个隐层每层3个节点，以及3个隐层每层8个节点。如果用 ReLU 作为激活函数，整个神经网络是线性的，生成的大平面比较多，信噪比也比较低。如果用 CLU 的话，弧线让神经网络拟合的效果好得多，两个隐层就已经能得到优于曲面拟合的结果。如果用 RNN 之类，没准还能更好。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别急。在神经网络训练的过程中，我们用反向传播来优化神经网络的参数，但是这个算法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在优化神经网络，只要给一组参数能求值就行。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它来优化曲面拟合嘛。把求值从神经网络改成曲面，还用刚才的训练集去训练，这就成了个迭代式曲面拟合器。
它得到的结果和前面直接拟合的数值不一样，但信噪比几乎一样。我们现在得到了多个方法，都可以用来拟合 BRDF 的查找表。在这里，拟合曲面和神经网络结果差不多，再继续卷没什么意思。但相信如果要拟合的东西更复杂，比如全局光照和距离场之类，神经网络压缩会发挥出它们的长处。希望这些对朋友们有所启发。下一期我们来看些不一样的主题，欢迎继续收看，再见。